我就想说，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台湾它有一个莫名的优越感来嘲讽大陆，比如说在科技上面，在经济上面，在各种交通的运作上面，比如说这一次的那个华为出来之后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您用的是存货，还不是我们台积电给你代工，不拉不拉的。”就很多频道不谈，电视节目不谈，就屏蔽了大部分的资讯嘛。是网络社群的兴起啊，让这一种同温层现象更严重。那这些人就变成台湾的一个看似主流，但其实他在整体人数并没那么多，大部分人是保持沉默，或者是根本漠不关心。我认为再过个5到10年，假设中国的 GDP 真的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，台湾人不认识也得认识，因为这个就实打实的数据嘛。你汽车卖赢了，它可以隐蔽汽车的资讯，你什么都可以隐蔽嘛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很多人说啊，欧洲不反对，欧洲不反对，他不是不反对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意大利的总理，他不知道日本排核废水，就是让我刷新了我的三观。因为我觉得这种大事情，按道理来说，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应该是要知道的，可谁知道呢？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他不知道的，因为意大利根本没有报嘛。我就想说，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台湾他有一个莫名的优越感来嘲讽大陆，比如说在科技上面，在经济上面，在各种交通的运作上面，比如说这一次的那个华为出来之后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您用的是存货，还不是我们台积电给你代工，不拉不拉的。”最后手机拆完了之后，发现90%是中国自己的生产链和它的供应链所做成的，你还在那里说。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其实是台湾的酸这件事情的人变少了。以前中国不管是什么科技成就，什么新的军武成就，只要中国大陆做了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啦，但是这次华为真的有个差异，就酸这件事情人变少了。我觉得在台湾还是有一群人他没办法接受现实的拷打。这么讲好了，就是说现实的事情一直在发生，那对于他们的心态里面只有几种方法嘛，一种就是坚定的继续照他之前的态度，认为说中国今天科技就是很落后，中国什么都造不出来，只会山寨，然后中国的东西呢，要么就偷台湾的技术，要么就偷美国的技术，要么就偷世界的技术，偷日本的技术，这是一种心态继续。可是就是他们这里就不去做一个查证、查阅也好，去取证也好，都不愿意去做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盲目的麻痹自己吗？就很多频道不谈，电视节目不谈，就屏蔽了大部分的资讯嘛。那会无聊到上网去查娱乐之外资讯的人是少数，这是真的。少。台湾政治狂热的人很多，可是终究还是少数。不要为了网络上的极端去忽略整片的美好，这也是我做这个频道的其中的一个初衷。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这几年抗中保台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台湾为什么要抗中保台的原因是在哪边？你要抗中保台原因是在因为我们要自认，我们政府还有民间，他要自认我们是比你优秀的，所以我们就在维持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所以我们不能承认。我是说，外面的很多媒体还有我们政府，他们是不可以承认大陆的东西比我们好。不管是任何方面上面，我们能贬低的就能贬低，好的我们就不要去讲。为什么？就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全世界现在第2名的国家就是中国，第1名美国嘛，第2名就中国。然后可是我们台湾从来不会讲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第2名。然后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历史跟我们花了4年的时间，我们把很多我们政府不愿意面对的真相讲出来。我们没有讲别的东西，我们不讲虚伪的，就好像就是小金讲的，我们讲的东西都是有理有据、有数据的。但是在我们的现在的社会，我们就该死，因为你讲的，我们就是国王的基因，戳破国王基因的那个该死的孩子，你懂意思吗？好，懂。我想那个龙哥讲的这个心态是非常精准的啦。因为直白的说啦，就是说，现阶段，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所谓自媒体啊，或者是说，其实也不是说自媒体啊，就是网络社群的兴起啊，让这种同温层现象更严重。民进党非常清楚他在选举当中他要采取什么样的路线，那这些人就变成台湾的一个看似主流，但其实他在整体人数并没那么多，大部分人是保持沉默，或者是根本漠不关心。今天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还是继续酸华为？因为他已经酸成这样，他如果今天你把他现实揭幕，他也相信不了嘛。所以今天华为再怎么好，再怎么棒，
他们依然会跟你说这个就是台积电的技术啊，那个就是联发科的设计啊，那个就是都是偷台湾的技术啊，然后那个都是什么讲上亿啊，这些这个晶圆大佬去创造，都是台湾人去创造的他从来不会去反省说，不管谁创造的，人家现在就造出来了，而且实在弄出一只手机。真的要改变，要现实改变，只有这个事情一直持续下去，再隔几年才会慢慢有所变化。我认为再过个5到10年，假设中国的 GDP 真的超过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，台湾人不认识也得认识，因为这个就实打实的数据嘛。你汽车卖赢了，它可以隐蔽汽车资讯，你什么都可以隐蔽嘛。但就 GDP 就综合国力这件事情，你不可能隐蔽的嘛。可能最后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，更多的属于自我的心理上的安慰吧。牵伸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全世界的反中国的，他们所谓的反共不反中，这个反，他们反是为什么反？以什么角度去反？就是比如像我生活在意大利，我在这里，我偶尔我骂一下意大利的这个国家，我认为我还能理解为什么，因为我生活在这里，你这个国家的制度给我带来了不便，给我带来了很糟糕的怎么说呢，生活方式，我去骂一下，我觉得 OK， 我还能接受。问题是现在90%的反共人士他是在海外的，他从来没有踏入过那一片大陆。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去？你反完之后，你能给生活在里面的那些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？你带来不了任何改变，那你为什么要去反，要去骂？就是这点我也想不明白，就让我真的是无法理解。包括我在这边身边问我身边的同事，其实你90%问他，他真的是不了解，他不理解，他甚至他不知道他们反共或者是反中也好，反共也好，他们的那个出发点是什么？是因为什么？所以对中国来讲，做的最差的是什么？所以我常常来说，中宣部就是一个没什么用的单位，我都不想难听话，这个我承认。就是在海外，尤其您住在海外，就非常清楚嘛。因为我做海外华研究，我每次讲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大陆的朋友就是比较护政府或护党的，会反喷我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喷中宣部。为什么？他的宣传之差劲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对海外是几乎是毫无力量的。你一定要等到人家学中文，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宣传它，那不是很扯吗？事实上，中宣部做了很多外语的频道，可是做起来就一点力量都没有。那你就看人家美国、人家英国、是人家法国，在全世界上怎么丢他的外语，甚至俄国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就是个别的那些人，他们的那些出发点，就比如说你说全世界有五大共产党，又不只有中国一个人，你为什么只喷中国呢？还是说你不会外语，就是说你不会泰文，你没办法去喷泰国？还是说你不会缅甸语，你没办法去喷缅甸？我只能这样子去理解，因为我其他的我真的理解不了。因为你说全世界有，说实话，你说中国共产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共产党吗？不是啊，有存在感才会被人家知道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哎，对，中国存在感太强了，就是说其实。这就是，而且存在感太强了，而且主要是集中发生在入世之后嘛，甚至可以说的就是这15年的时间内，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嘛。就是因为你的海外宣传太弱，所以人家只接收到敌对的讯息，那一定会有人说平台都人家的，拜托，美国不是只有挂着美国之音 CNN 他在宣传。他全世界上有超级多非政府 NGO 各种组织在帮他宣传，这种很神奇的事情。比如说我要教中文，我就一定要用孔子学院去教，不是很奇怪吗？对，你干嘛一定要搞一个政府单位？那这个政府跟你好可以啊，那政府一跟你不好，啪，孔子学院就被关门了，还被指证为间谍机构，那个白嘴说不清嘛。对啊，不是，这孔子学院不是间谍机构，我们都知道，但也许他是，也许不是，但不管怎样，你就瓜田李下嘛，你躲不掉的。单向式就政府来做，所以中宣部最笨的地方就是你扼杀了活泼的文化宣传的管道嘛。